欢迎回来，坐在我身边的呢是第一次来到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的徐子英，欢迎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子音，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今天的这个造型我看上去就好乖哦。对，因为今天要唱的歌都比较甜美一点，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造型。我发现你还挺百变的，因为刚刚我们看他的 MV，我们两个还在聊，我说这个高马尾的造型也好看，这个长直发也好看，但今天是另外一个感觉的。对，因为今天带着新歌来了嘛，所以换了一个不一样的造型。对，第一次来我们节目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特别棒，因为榜上榜其实真的是我一直以来都在看的节目。你之前就有追过？对，我很经常看咱们节目，然后第一次来看到舞台布景也特别的漂亮，觉得哇哦，真的很棒。而且我发现他今天是有搭的，就是他服装是这种粉粉的感觉的，他戒指也是一个粉粉的感觉的，所以很用心哈。是的，这个蝴蝶结都是拿那个黑色的缎带线系的。好自然，我以为是那种夹子加上去的，就是手工系上去的。所以你是很用心有准备的。确实是这样的。那赶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两首歌《低空飞行》和画笔，然后还有今天给大家透露一个彩蛋哈，额外临时多加了一首的，加的那首是加的一首是《地心引力》。是我去年发的一首我的原创歌曲，然后也是在央视的首唱，因为确实去年阴差阳错没有能来到节目打这首歌，然后今年刚好有这样的机会，然后虽然临危受命，但是还是很开心。对，那另外两首是准备了很久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跟我们说一说另外两首。画笔呢是一首影视插曲，然后是一首古风的歌，然后对于我来讲呢是之前没怎么演唱过的风格，所以也是一首全新的尝试。低空飞行是我还没有发布的一首新歌，会在明天上线。今天是全球首唱。对，今天是全球首唱然后就特别用心的准备了很多。这首歌其实大概准备了半年，然后刚好卡上了咱们节目这个时间点，所以提前把舞台带给大家。等于说是大家是第一次听到也是看到这首歌曲的舞台。是的。为什么要准备半年这么久？是反复的有改变吗？是的，中间的编曲和后期的混音改动还蛮大，就是为了能拿到更完美的作品吧，一直在反复的校对这样子。所以你是一个对音乐作品比较较真儿的人。因为是自己写的歌嘛，自己写的词，自己写的曲，所以心里会有一个对他的想象的样子，然后就会一直很想要达到自己的标准，这样。因为我第一次见他嘛，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，我就觉得很乖很乖。但是呢，你听他对自己音乐的那个坚持吧，你又觉得是一个内心特有主意的人。对，其实我还是有点倔的，因为我是金牛座，所以有的时候工作起来还是挺逼疯我们的编曲老师的，经常半夜被我打电话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也有好处有坏处吧。就是好处是能够真的磨出来一些自己很满意的东西，但是确实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辛苦各个工作人员的。对，但是你说哈，就是像做音乐这个东西，它是比较主观的，可能就是一个人觉得我这个方向好，另外一个人会觉得不对啊，你这个方向也很适合你，那你怎么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说服别人？你就按我的这个弄，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时候都有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是其实如果是我自己做的歌的话，就会比较简单，因为是我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比较有话语权，可以说，作为一个词曲作者，我希望的样子是这样的。但是，在合作一些其他歌曲的时候，我还是挺愿意去听从其他人的对我的意见和定义也好，对，他们会觉得你适合这样的歌，我说 OK， 那没有问题，我们都尝试一下。因为对于我来讲，我的音乐风格其实我也还在摸索当中，对。所以就是如果是自己的作品，我就是一定要按我设想的那个方向去做。对。但是如果是别人拿过来的作品的话，也愿意去尝试不同的风格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样还挺好的，因为有的时候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自己，可能是完全的两个状态不一样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就像我说的，我看到的你就挺百变的。今天是这个风格。而且就是你看上去是一个就是很洋娃娃式的那种女孩子。我其实很糙的，平
定是。对就是今天看上去就是像那个洋娃娃似的，而且一定要是那种蓬蓬，哎，这个裙子也是那种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很蓬蓬的，就为了符合歌曲的风格，这一身都对是精心准备过的。超乖的这个。对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是有一个节目主题的，叫做“我和我的家乡”。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你的家乡。我的家乡在厦门，福建厦门。然后厦门其实是一个海岛城市，我是一个，难怪你皮肤好，可能也确实有跟那个南方的湿润空气有关系，会比较好一些。然后厦门是一个海岛城市，然后风景很漂亮，生活节奏非常的慢，然后有非常多美丽的景点，大家都知道的鼓浪屿啊、环岛路，包括也有很多名小吃，沙茶面啊、面线糊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。感觉你好像就是一下子思绪就回到了那个故乡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突然又想念海岛的空气了。我感觉你怎么好像想吃点什么了呢？刚才说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咽口水了，很有画面感。对，已经在想象那个味道了。然后我知道你还是特别喜欢就是露营的，是吧？前段时间有去。是的，是的，感觉怎么样？因为首先当然是很开心，因为露营一般都是跟朋友在一起，所以很开心，非常的放松，而且接近自然的环境确实也能让人的心静下来，然后去更多的去思考，然后确实也有利于我的创作一定程度上。对，但是准备露营的过程还是挺累的，因为我其实也是从今年才开始露营的，所以对很多步骤都不熟悉，之前也做非常多的功课，然后也会碰到很多问题，然后会吸取经验教训，可能第2次、第3次的时候就会好很多这样子。我问一下，就是在朋友当中哈，因为就是一个圈子里面会有不同的人担任不同的角色，有人就是那种负责照顾别人，有人是负责我来制定什么什么计划，然后把这些都帮大家想好了，有些人呢就是那我什么都不干我就去行不行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是哪一种？我是计划型的，我是计划型人格，就是我习惯把所有的东西拉一个表拉出来，包括当时露营之前去采购，我也会拉一整个表，我们需要什么东西，然后每个单子列出来，谁负责。但是确实准备露营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不同人的性格的不同的特征，有的人可能就是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出钱，我可以出力这种，但是你让我计划我可能做不了，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很认真的去做计划的人。对，所以你自己对自己的音乐道路是不是也是有规划？对，但是做音乐其实跟计划这种还是有区别，因为灵感是不可以计划的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但是我会给自己定一个 KPI， 我今年一定至少要写出来多少首歌。对，这也算是 KPI 完成怎么样？今年的 KPI 算是完成了。对，其实提前完成了呀。还有一首在努力当中。其实今年我是想给自己写2首原创作品，然后也写出来了，但是今天发的是第1首，也是准备了半年之久，然后不久之后还会有1首。对，所以还在准备中。之后再来我们这儿。好呀，好呀，没有问题。好的。到时候新歌的时候都来我们舞台上面唱一唱，让大家感受一下。因为听专辑或者是看 MV 和看这种就是现场的演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。是的。今天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来我们节目都是要现场真唱啊，全开麦的。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今天感觉还挺好的，现场的音效也很好。对，然后尽管临危受命加了1首歌，但是刚刚试了一下，觉得也还不错。对，所以今天晚上有3首歌的重要任务，大家对我的嗓子也是挺大的挑战的。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 CCTV 15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，好，到时候来看一看子英的精彩表现。是的，还有就是我们有准备这个签名照送给观众朋友，我们来签一下。来，我帮你拿话筒。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哈，你还挺多变的，造型比较多的变化。生活中你会是什么样的风格的？生活中我是，这可以说吗？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脸也不洗头也不洗，然后穿着大 T 恤，然后穿着拖鞋在街上晃来晃去的那种人。你是生活中舒适为主？生活中太舒适了。
我怎么感觉好像很有你在家写歌的时候那个创作的画面感对，了呢？我创作的时候确实是哦比较邋遢的，就尽管写出来的歌，哎，可能很明媚、很可爱，对，但是当时创作的状态是一个就是很崩溃且很邋遢的状态的你。会反复去改作品吗？会，哦我会直到录音的前一刻都在改我的作品，就是总觉得不满意，还是总觉得可以做更好？总觉得可以做更好。哎呦，他这个就是跟自己较真儿的那种人，对然后就是无论什么都会觉得，哎，我应该做得更好，哎，我再精致一些，对对对，哎呦有这种有一点点完美主义者的对倾向，对，就是对自己有要求，比较严格。对，我们就喜欢跟这样的歌手合作，因为他的作品会很精致，就是大家听到的是反复磨过的，跟的随意出来的一个肯定是不一不一样样的，是的，嗯是的，就是凝聚了很多心血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喜欢。嗯，其实现在的这个心态跟刚刚开始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心态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成长了很多，然后变得成熟强大了很多。嗯，我觉得你很稳的，你应该自来就是那种很规划型的人。我会比同龄人稍微成熟一点点，嗯但是可能以前的稳是少年老成的那种，嗯，看着稳，但是内心不稳，然后也会有那个小对，小的就也会躁慌，也会哈波动。嗯现在会好很多，对。嗯，所以我们就期待越来越好，哈，越来越沉稳的子音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而且呢，今天晚上3首歌啊，压力非常大。我们现在让子音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，而且又是直播节目哈，让他以最好、最饱满的精神状态，还有最好的歌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短片。短片过后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化妆教程了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